在咱们广大观众的热情呼吁之下啊，这一集我终于给大家来测评卡车了，斯堪尼亚 R500。其实呢，关于卡车啊，这一直是我从小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我还在前年特意呢是增驾了 A2 的驾照，所以说呢，我现在确实也是具备了能够开一切卡车的资格。而这一次呢，确实条件有限啊，咱们借到的是一台斯堪尼亚的 R500牵引车，但是呢，只有牵引头，没有后边的挂，所以这次呢也是略显遗憾，所以只能呢，咱们就这个牵引头的一些驾驶感受呢，跟大家去进行一些分享。尤其是说，因为看咱们节目的肯定还是以小车乘用车的司机为主嘛，对吧？这一次我就带着大家视角，咱们去看一看这样的车开起来跟一般的小车乘用车究竟有多大差别。至于说真实的未来咱们带挂测试，或者说真的去进行一些拉货啊、交通层面体验呢，明确跟大家说啊，未来我都有计划，陆续再给大家去带来分享。那咱们先介绍一下这台车的配置啊，它是一个新型的进口的斯堪尼亚 R500型6×2的驱动布局。这里解释一下，6×2的意思是说，虽然说它是一个3轴的牵引拖头，但实际上呢，它的第3轴是一个缆轴，并不带有驱动能力，而且本身呢也是带气囊提升的。它的作用呢是说，你在单车、空车或者轻载状态之下呢，可以把这个桥提升起来，以去进一步的去减少滚阻和摩擦这些损耗，为车辆去节油。所以说，虽然3个桥，但其实只有中间桥是负责驱动的。它的动力链呢是采用一台全新的代号叫做 DC13的排量12.7升的发动机，直列6缸，最大功率500马力，并且在每分钟1000转到每分钟1300转时呢，能够输出峰值扭矩2550牛米。与之匹配的呢是一台斯堪尼亚自己的14档 AMT 变速箱。所以说，大家好奇不好奇，就是这样的动力水平，带这样一个自重不到10吨的拖头，它的实际动力表现究竟是怎么样呢？那么还是啊，除了在日常驾驶主观体验以外，我又把它开上了咱们的瑞斯赛道大实线，咱们测一下它的0-100的破百时间。关于这点呢，大家可以先行猜一猜啊，你们觉得这样的车500马力带一个不到10吨的拖头，多少秒破百呢？好，下面为大家公布成绩啊，19.3秒破百。实际上，如果大家只看19.3秒这个数，肯定觉得哇塞，这个车动力这么差，这么弱。但其实明确跟大家讲啊，主要拖累它破百时间的不是这个动力性本身，而是在于说它 AMT 变速箱的标定的逻辑。我呢还特意去录了一段，大家可以看到啊，在加速过程或者哪怕日常驾驶的时候，它这个仪表显示的这个换挡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每次换一个档呢，大概可能我主观感觉啊，得有1秒钟甚至1秒多的时间。而且它这个 AMT 变速箱的策略，至少你在自动的换挡模式之下，以及说设定到动力模式以后，它呢是采用说5档空车起步，然后是5档、7档、9档、11档、12档。这样的策略呢，去几次加档上去，总共呢需要换4次档，大概反正我统计了一下，浪费了得有5到6秒的时间。所以说呢，作为这样一个卡车、一个商用车的话，一切是以省钱、耐用、可靠、回本作为第一诉求。所以说它之所以换挡速度这么慢，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尽可能的去减少变速箱的磨损。说完了激烈驾驶呢，那大家好奇不好奇这个变速箱日常开着什么样？说实话，你能够感觉到它主机厂还是尽可能的把这台变速箱去往平顺的性格上去标的，也就是最大程度其实是抹平了所谓的直接的换挡闯动。但是即便如此啊，日常开你仍然还是觉得说会不是那么的平顺，主要在于什么？也是因为说它本身的换挡动作比较的慢，所以说无论如何它的这个动力都是存在持续性的中断的。因此是不可能做到说像乘用车这种接近于无缝换挡这种连贯的加速。性格就像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是一位气定神闲、不徐不急的一个老司机，然后他在慢慢悠悠的去手动换挡的这样的性格，就是平顺，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激情，这种感觉。此外呢，我还特意试了一下手动模式啊。其实如果使用手动模式的话呢，它在比如说加速减速的时候呢，它也都是能够给你很好的匹配转速，只不过呢就是换挡的速度也并不能够提升。另外呢，因为手动挡的话它也没有这个跳档逻辑，所以实际的这种日常的加速持续动力性还不如自动模式。
当然了，如果咱们要是考虑到它这辆车的这种运输特性的话，这个变速箱它还是比较智能的。比如说你在减速过程啊，其实你只需要轻踩刹车，它这个变速箱呢就会很聪明的去自动的降档，然后呢把转速稍微拉高，以去充分发挥发动机制动的作用。等等，这一切吧，我觉得除了能够很好降低驾驶员的疲劳强度以外，在主动安全性方面，其实也有很好的补偿。这个也就是目前为什么像这些高端的重卡逐渐的都去普及 AMT 变速箱的原因。一来呢是降低驾驶疲劳，降低驾驶门槛；二来呢是提高主动安全，以及可以最大程度的去降低油耗，外加减少车辆不必要的磨损。所以我觉得像自动变速箱吧，这其实在重型运输领域肯定是未来的一个绝对的方向。搭载手动变速箱的车将会越来越少。除了 AMT 变速箱以外呢，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辆车上面找到许多主动安全的这些开关，包括比如像车道纠偏啊、碰撞预警啊，甚至于说巡航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在未来吧，其实像重卡也会逐渐的快速去普及这个主动安全，甚至驾驶辅助，一定程度也是为了从安全以及说效率方面为车主或者说车队带来有效提升。动力说完了，大家好不好奇它的油耗是多少呢？我们还真测了一下。反正这个不到10吨的牵引头啊，我们要是自己开在路上面，反正一半城市一半高速工况呢，综合下来是15升多百公里。其实我觉得还行啊，考虑它的吨位。然后呢，我们在这辆车接车的时候呢，还特意跟这个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去聊了一下，反正他们说啊，如果在平原地区你去拉着挂去跑满载情况之下，百公里也就是可能27升左右，大概。就还是相当省油的，而且他们说啊，据他们反馈说，这也是斯堪尼亚一贯的优势。当然，这点不是我实际测出来的，仅供参考。驾驶性说完了，油耗说完了，接下来说什么呢？转向手感，或者说跟拐弯相关的部分。这辆车呢，它的助力值还是比较强的，但实际上开着的话，还是那种比较经典的液压助力时代的那种转向手感。也就是说，低速的时候偏沉，高速的时候呢，反正是偏轻的。但是即便如此，这辆车啊，至少是空车状态之下，在高速路上面去巡航开着的话，你还是觉得挺稳健的，也不飘。包括说这辆车刹车的时候也是，虽然说它刹车第一脚你会觉得制动力来的慢一点，大概有个0.5秒延迟，但之后的线性度还是很好控制的。所以说刹车呢也不跑偏，然后直线行驶呢也不飘，还是异常稳健的。另外就是这辆车呢，它的后桥是因为带有提升桥的，我们还特意试了一下啊。如果要说把第3桥提升起来的话，这辆车它转弯半径特别小，就在瑞斯赛道的这个直线4车道上面，它基本上可以是完成直接一把的去跨2条车道掉头，这点灵活性我觉得也是啊，反正挺出乎我们意料的。转向手感说完了，该说什么？行驶品质、隔音静谧性，对吧？双维度好评，而且是令我们震惊的好评。一方面说啊，先说这个行驶品质。首先，这辆车呢，它是一个柴油车。其实如果说你启动发动机那一刻呢，还是能够清脆的听到柴油机这种轰鸣的。但实际上，如果你在真正驾驶的过程，你坐在车内的话，我想说啊，你几乎听不太见柴油机的这种噪音，特别的安静，然后震动隔绝也极好。就简直真的是它的这个动力组成啊，处理的安静的不像一个柴油卡车，就这么厉害。而且不仅仅是动力组成的隔绝，就包括说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风噪、路噪的隔绝也是特别安静。安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都不仅仅是跟一般的乘用车、小车相比，我觉得已经能够达到一些可能行政级轿车或之上的这种安静程度了。就是你开这个车100在路上巡航的话，主副驾驶的位置离着那么远，你说话仍然可以非常小声的去聊天，都不用大声喊，就这么安静。所以反正这辆车我觉得别管说是它的 NVH 模型，以及说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反正用料层面吧，确实还是啊挺超乎我的意料的，就能这么安静。NVH 说完了啊，再往下可以聊一聊减震、滤震的表现、行驶品质了。这里先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就是这些重型卡车相比于一般的乘用车，它又多了几级这个驾驶室的减震。首先呢，是在这个驾驶室的前后左右4点啊，它带有4个空气气囊的悬置，也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对于这个司机室来说，做了一个额外的这种减震的升级，就是在底盘可能比较颠情况之下呢，让上面司机室的乘坐空间这种舒适性能够更好。再有呢，就是它还带有主副驾2个气囊座椅。
所以这辆车你开着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坐那种悬浮飞毯的感觉啊！一开始感觉确实挺爽的啊。但实际上它也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问题，就是说，第一呢，因为它这个气囊座椅本身比较的软，所以就是它在上下浮动过程，其实一定程度可能会降低你的脚踩踏油门和刹车踏板的这个精度。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说它的这个司机室的话，相对说在拐弯的时候，它也会左右的去横摆，所以等等吧，反正一定程度啊，确实像你开小车开惯了，你开这么大的车，你会觉得一定程度你司机坐在里边，它的这个几级更多的减震会影响你对于这辆车这种动态的判断。虽然这点可能也未必那么重要啊，从小车开到大车，确实你是需要习惯的。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坐在这个 R500的司机室里边，然后坐在这么软的这个气囊座椅上面，外加这个司机室的4点悬置，整体来讲啊，确实感觉一览众山小，简直你就是在路上真的是一个移动飞毯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还挺美妙的。其他的一些功能呢，至于像什么液力缓速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后桥的承载平衡等等这些功能，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空车，而且完全是平原地形，因此呢，就是没有什么更多的体验机会了。这些等以后吧，要是有机会，我们真的说去拉货、代挂、重载的情况之下，可以呢进一步的去探究。然后呢，在驾驶室的内部啊，其实它也是带有一些反正辅助生活相关的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设计。第一呢是这个平地板，虽然关于平地板呢这一点功能性其实也是存在争议啊，我个人觉得至少它反正是在车内空间比较大、比较宽敞、比较开扬感，还比较舒服。再有呢，它的卧铺也是特别的柔软，而且呢比尺寸也比较宽、比较大，至少反正躺在上面吧，我觉得睡觉也是挺舒服的啊。上下2个卧铺，我主要就试了一下下铺，上铺没有试。在这个卧铺底下，如果掀开的话，还有一个这个尺寸特别大冰箱。这2年呢，在乘用车上面，大家都流行所谓的叫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但其实我想说呢，在这种重卡上面，现在司机已经可以轻松做到，就是冰箱彩电大卧铺。因为其实呢，比如说你自己去拿着一个 Pad 平板之类的，你是可以加装这样一个固定架，是吧？然后呢，比如说一边是看着视频啊，看着电影，然后呢底下这个冰箱里边喝着各种的饮料，甚至你可以在车里边呢自己放一个小卡式炉，有很多司机还去做饭，对吧？然后晚上呢躺在自己的这个卧铺里边去睡觉。虽然可能说还是不如住宾馆舒服啊，但至少可以，我觉得一定程度吧，去降低你这种长途连续驾驶这种疲劳感的，让你第2天呢可以继续的轻装上阵，一路的安全驾驶。到目前为止啊，以上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位日常主要开小车乘用车，然后呢新进增加了 A2 本的一个新进的一个卡车司机，这一次呢来体会了斯堪尼亚全新的 R500 Super 型它的一些驾驶感受。其实主要呢还是一些乘用车视角在它上面的延伸，因为毕竟这一次没有货运的经历。但是由此呢，其实给了我一些这种也是行业级的思考啊，就是这辆车其实你看它的一些设计，别管说什么 AMT 变速箱啊、大马力的柴油机，包括比如说什么驾驶室什么空气悬置、气囊座椅，加上比如说这些什么舒适的空间卧铺这些功能，或者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升级覆盖方面吧，可能说在20年前就已经是存在了，作为当时可能说最高级、最高端的技术，当时那些进口重卡。而且那个年代呢，确实也是与国产这些车型之间呢，算是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甚至包括说可能在一些效率啊、能耗啊、动力性啊、驾驶感受等综合这些方面。所以其实我更好奇，就是现在一些自主品牌的重卡，目前是发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水平？所以我就想带着这样的疑问啊，在未来陆续再去试驾体验各种的这些卡车。别管说是合资的、其他进口的，或者说纯自主国产的，也包括现在新进的一些新能源的重卡。除了空车以外呢，以及说咱们也可以说拉货呀、重载啊，甚至比如说山区啊，各种地形全方面的去体验。咱们也看一看目前在卡车的这个市场上，目前各家的竞争力水平究竟如何。所以关于这些内容，主要是我自己的好奇心啊，未来我自己体验之后，也想把这些观点陆续的分享给大家，咱们未来敬请期待吧。